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。你见过开小号黑自家店铺的老板吗？2026年4月4日，清明假期第一天，大清早天还没亮，广东佛山顺德一个村子里的小马路上排起了长队。排队的目的地是一家鸡包店莫氏鸡包。这家小店正常情况下一天10桌8桌，老板和老板娘2个人赚几百块钱足够生活，早上可以出去散散步，晚上下班唱唱 K， 日子过得非常舒坦。但如今排队排到200多桌。不要过来啦！现在是3号10点56，早上10点56，你看这个人已经成这样子了，全是人了。这就像农村买酒席的感觉啊！他的女儿是美女小姐姐，开始，给拿个号子，自己写号就好了。来拿号，现在已经排到55号了。菜单。中午12点半，鸡包店就停止接单了，不是不想做，是压根儿忙不过来。老板的儿子从外地被召唤回来，专门杀鸡，杀到手痛要贴膏药。女儿拿着喇叭喊号，嗓子都哑了，因为请不到人帮忙，只能把亲戚朋友全都喊来，还要给他们安排酒店住。更魔幻的是，一切的起因是因为一个1000万粉丝的美食探店博主刘雨欣，在顺德找到了这家很偏僻的鸡包店。一进店门就看到墙上贴着“吃了拉肚子是你的问题”。这个温馨提示。是啊，可能吃了就会拉肚子。拉肚子证明是我的问题，我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看到有人探店拍视频，老板甚至有些抗拒，害怕因为视频导致顾客来太多。拍抖音啊！对，我这搞得太好生意，我太忙我做不了。没有吃饭，我也搞给你吃，但是那个视频不要吹什么。老板的鸡包店也确实有点东西，清远走地鸡是自家粮食散养的，酒是自己酿的，鸡包汤底的药材是自己在山里挖的，就连搭配的养生茶水都是老板亲手调配的。这一锅鸡包的含金量是真的高。之所以提示了吃完可能会拉肚子，是因为用的食材太好了，药材太补，而一些人湿气太重就会拉肚子。博主吃完2眼放光，毫不意外的视频爆火，点赞量破了130万。刷视频的黄鼠狼网军们全军出击，老板越不让他们去，他们越要去。各地网友纷纷杀到了顺德的鸡包店。面对疯狂的食客，老板急了，开了个小号黑自己的店铺，说踩雷，好难吃的鸡太柴了，一只鸡300多，做一下强制消费300多，真的很难吃，是冰冻鸡，大家不要再来了。结果被眼尖的网友拆穿，说自己昨天吃完在厨房洗手的时候，听到了老板和侄子密谋，准备弄个小号让食客别来。莫氏鸡包在热搜上挂了2天，老板因累到腰疼感慨赚钱不划算，用各种办法试图劝退网友，最后在接受采访时喊话让网友去周边的饭店吃饭。这种画面太荒诞了，一个做了几十年鸡包的老实人被逼到在网上诋毁自己的手艺。今天我们不只聊莫老板，因为类似的事件不是个案，它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互联网现象，是一种网友集体的抄家式打卡。当一家店走红互联网，大家就像抄家一样蜂拥而至，把小店包围的水泄不通，把老板累到哭爹喊娘，然后过几个月潮水退去，什么都不剩。就在1个月前，2026年3月，上海浦东的一家河南水煎包店，老板王先生回家过年，一个老顾客拍了条视频喊他开门。这个卖撒汤煎包的河南大哥，你还在家过年呢？我记得你2月8号就回家的，今天都2月28号了，我都回家半个月回来了，你还没回来。就这么一条视频，让老板一天接到了200多个陌生电话，大家都在催他开门。水煎包的王老板不得不去评论区留言，说各位老乡请不要打电话了，我今天下午接个没完没了。回到上海后，老板立刻和大家视频报备。各位老铁，各位粉丝，我现在已经安全抵达上海。原本以为生意也就会比平时热闹点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复工第一天早上6点半，包子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，有驱车20公里赶来的网友，还有陕西的网友开车14个小时，就为了吃一口2块钱4个的水煎包。这个干的实在有点啥，干不完，真是干不完。我都感觉有点怀疑人生了，这活得有点太可怕了。老板的抖音号叫河南水煎包王凯阳，网友玩梗说好一个水煎包王，我非得去尝尝多好吃。最后老板从一个卖早点的变成了卖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偶尔再卖个宵夜的。老板说自己火的有点可怕了。再往前，2025年国庆，景德镇的鸡排哥李永俊靠卖6块钱一份的炸鸡排，脱口秀式的售卖风格火遍全网。网友说鸡排哥6块钱的鸡排，60块钱的情绪价值，600块钱的服务体验。做你的，做完你的，我做你的，做你的，我心里有数。这种场面我还是在看死。我要把它打到位，我不到位，我从无法原谅我自己的。这个鸡排有点大，请你原谅我，大到无法想象的。我的控场能力是非常强的，这大局面下并没有失控，知道吧？其实我们不在于吃什么东西，在于我们的心情是开心的。希望你给我也是为你服务的经费。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请你不要拒绝。
鸡排哥的档口成了黄金周最火热的打卡地标之一，带动了当地酒店价格涨了3倍。国庆第一天，他的直播间涌入1400万人，摊位排队要等3-4个小时。面对数小时的排队长龙，鸡排哥明显很疲惫，快累到没有情绪价值了，每天只能睡3-4个小时。各行各业的打工人还对鸡排哥进行了2创，让他成为了打工人的最强嘴替。做你的，做完你的，我做你的，做你的，做你的。啊，对，就是你们几个人。啊，对，来的，我来的。还有我嘞，我来了。但1个月后，鸡排哥还是难逃过气的命运，直播间的人数从几万掉到了几百人。再往前，2024年甘肃天水，网友一杯凉白开，随手分享了一段家乡的麻辣烫视频，意外获得了流量垂青，短时间就获得了118万点赞，直接捧红了天水麻辣烫。麻辣烫店的老板们从早上6点半干到晚上10点，忙出痛苦表情包，说烫不完，根本烫不完。随后，大批创业者涌入天水学手艺，又在全国各地开麻辣烫店。结果呢，2-3个月后，投资近30万开店，18天关门的话题冲上热搜。再往前，淄博烧烤被大学生毕业游引爆，全程排队，烧烤师傅累趴下，最后热度下降，淄博开了无数烧烤店，血本无归，无人问津。山东拉面哥的拉面被奉为底层良心，3块钱一碗，15年不涨价，火遍全网。老家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旅客，拉面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，直播大军蹲守，老板本身的生活被彻底打乱，不少居民家里临时改成了旅馆。随着流量过去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这些案例似乎有规律可循，每一次都是素人小店意外走红，全网蜂拥而至，老板累垮，热度消退，一地鸡毛。那么为什么中国网友会反复上演这种集体抄家的戏码呢？这不是简单的跟风2个字可以解释的。我们由浅入深聊聊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心理机制。鸡包店的莫老板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个错误，就是太过于真诚的劝退了。美国心理学家布雷姆在1966年提出了心理抗拒理论，说的是当一个人感到被限制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向冲动，去做那个被禁止的事情，就是不让你干嘛，你偏要去。老板说你们不要再来吃鸡了，那我偏要去。老板说我的鸡很难吃的，那我倒是要尝尝能有多难吃。布雷姆当年做实验发现，越是告诉实验对象这个选项你不能选哦，他们就越想选。这里面还叠加了稀缺效应，老板越是做不过来，你越觉得供不应求呀，必须买到。1975年，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·沃切尔做了一个著名的饼干实验，一个罐子里有10块饼干，另一个罐子里有2块饼干，饼干明明一样，但实验对象会觉得只有2块的那个饼干更好吃。因此我们可以推论，某样物品稀有时就变得格外诱人，大脑会把这种稀缺性当成高价值的信号，不管它原本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。莫老板越说我的鸡不够杀了，养鸡场最多再撑1-2个月，网友听完什么感觉呢？不行，我要抓紧去。这就很像你去日本购物买鞋买包，店员总会跟你强调 last one 最后一个哦。所以说逆反心理负责让你想去，稀缺效应负责让你赶紧去，双管齐下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26年开年的第一个热搜，重庆女孩呆呆求助网友杀年猪。她觉得2头猪的猪肉很多，想让家里热闹一下，于是突发奇想，凌晨发文求助网友，说自己家要杀2头猪，父亲年龄大了，怕他按不过猪，有人帮忙来按猪吗？请你吃刨猪汤。不为别的，就是想让我家门口停满车，在村里扬眉吐气一回。发完帖子，呆呆就睡了。评论区零星的回应让他觉得最多是几个人的热闹。没想到第2天醒来，视频一夜爆红，临时创建的刨猪汤群组满了，有上千名网友响应前来，村里堵车水泄不通，随口的邀约变成了上千人的线下聚会。2头猪在蜂拥而来的网友面前显得格外势单力薄，最终当地又紧急提供了5头猪。这个事件也符合我们说的稀缺性，杀年猪1年1次，乡村场景很多人没体验过，临时的邀约，现在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。这种稀缺性会强化 FOMO。2013年，英国心理学家安德鲁发表了一篇论文，正式定义了 FOMO 这个概念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症，意思是人会持续担心自己错过别人正在经历的美好体验，而社交媒体会极大的放大这种焦虑。当成百上千的人报名加入刨猪汤群组，围观的群众就会默认这么多人去，那一定是值得去的，我绝对不能错过。莫老板的鸡包店也是一样，叫号200多桌，顾客驱车几百公里前往，天不亮就到了，网友排队3小时终于吃到了，然后发一个抖音视频，其他网友看到了就会觉得他都去了，我还没去，很多人都去了而你没有，这件事本身会让人焦虑。前2层心理机制比较容易察觉，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老板这么累了，还是义无反顾地涌过去呢？1969年，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·津巴多，就是后来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那位社会学家，提出了去个体化理论。这个理论是说，当一个人处于匿名化的大众群体时，他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会显著降低，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冲动，不受约束。
当排队等位只是寥寥几桌时，大家可能会为麻烦老板而不好意思，但当排队达到100多桌时，顾客心中只会觉得反正大家是一起来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非要吃。去个体化有2个关键条件，一个是匿名性，一个是群体规模。在一个几百人的队伍里，你会觉得自己是沧海一粟，而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个理论就解释了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，网上很多人评论心疼老板，但身体又很诚实地排在了队伍里，集体行动淹没了个体的道德判断。聊心理机制，你可能会觉得类似的心理哪个国家都有吧？那我们透过表面看看文化层面。中国古代菜市场砍头，万人空巷去看行刑，看的是什么？是围观他人的受难。文革时期批斗会，几千人围着一个人喊口号扔石头，本质是什么？是一种集体的道德审判。而今天一家小店一个小摊火了，几百桌人蜂拥而至，把老板累瘫。形势看似变了，但是没变的是人性结构。鲁迅在1919年写药，写的是什么呢？一群人围观看砍头，迷信被处决者的血可以治病，所以争着买被处决者的人血蘸馒头吃。1921年他写《阿 Q 正传》，阿 Q 被拉去枪毙，临死前他最在意的不是马上要死了，而是自己在供词上画的那个圆不够圆。而围观的人只是冷眼旁观他人的命运，毫无波澜。鲁迅给这群人取了一个专门的名字，看客。在《挪拉走后怎样》的演讲中，鲁迅讲到，群众，尤其是中国的群众，永远是戏剧的看客。他一生最痛恨的不是施暴者，而是围观者。施暴者至少还有个目的，而围观者什么目的都没有，他们只是在场，只是凑热闹。每一个参与抄家式打卡的网友，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是真的想吃那口鸡肉，那颗包子呢？又有多少人只是围观？排队本身是一场表演，发朋友圈是表演的高潮，吃本身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我在现场，我是这场集体事件的一部分。一条视频火了，算法疯狂推荐，大家都去了，你也去了，老板累垮了，你拍照发朋友圈，下一条视频带着下一个打卡地又火了，这样的链条周而复始。整个链条里没人觉得自己在做坏事，甚至还觉得自己在为消费做贡献。就像鲁迅笔下的看客，没人觉得围观有问题，可围观本身就是一种暴力。只不过古代围观是围观别人的痛苦，今天围观是围观别人的走红，看起来是正面的、善意的，甚至是支持的。但对于被围观的人来说，结果是相似的。你的正常生活被打乱，甚至摧毁，你变成了一个供人消费的景观。聊完心理和文化，我想聊一个更深的问题，为什么每次被抄家式打卡的都是那种手工作坊小店呢？不是海底捞，不是麦当劳，不是任何一家连锁品牌呢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预制菜和标准化连锁的包围里，变得极度饥渴于一种叫做真实的东西。2017年，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·诺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劳动幻觉的研究。他们发现，当消费者感知到产品背后有真实的人类劳动投入时，他们对产品的评价会显著提高。同样的结果，如果你知道是一个人亲手做出来的，你就会觉得它更有价值；如果你知道是机器批量生产的，你就会觉得它不过如此。就像今天，手搓内容会更有受众， AI 内容往往惊叹几天就看着像隔夜生菜了。莫老板的现杀走地鸡、药材汤底、自己调配的凉茶，墙上可能会拉肚子的提示，每个细节都在传递，这是一个活人在用心做东西。在万物都要标准化的时代，活人感就显得弥足珍贵。但这就出现了一个真实性悖论，恰恰是因为它是真实的、手工的、小规模的，所以它承载不了大规模的流量冲击。网友一窝蜂涌过去，老板要么就是牺牲品质扩大规模，要么就是牺牲健康透支身体，再或者干脆牺牲生意关门不干了。无论哪一条路，那个你最初被打动的真实都活不了。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，你想要用脚投票真实，最后被自己用脚踩死了。所以当很多人觉得这是给老板送钱呀，这是好事啊，但是这个甜蜜的负担未必甜。首先，这些小本生意除了透支老板身体别无他法，莫老板说赚的钱都花在了医院。其次，热度暴涨也必然暴跌，天水麻辣烫从爆火到冷却只用了36天，鸡排哥的直播间1个月内观众数量级从1000万掉到几百。因为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分配逻辑就是喜新厌旧的，数据下滑，算法就减少推荐，随后热度消散。那些为了接住流量而做的所有投入，多请的人，多备的货，多杀的鸡，全都变成了沉没成本。而且追逐热度跟风创业的人也会成批阵亡。一个麻辣烫火了，大批人去学手艺跟风开店，但开店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，味道、选址、服务、管理都是变量，可流量只是引流的手段呀。但在集体狂热中，想赚钱的跟风者没人能听得进去，大部分都赔在里面了。最后，原本的顾客和周边生态被挤压，无论是鸡包店原本服务的本地顾客，还是鸡排摊原本服务的学生顾客，在流量来了之后都必然买不到了。游客打卡会挤走本地顾客，原本的生态被严重破坏。其实此类抄家式打卡事件中还有一个很微妙的角色，那就是地方文旅。
每一次的意外爆红，地方文旅的反应都快得惊人。鸡排哥火后，景德镇48小时内就授予了他文旅推介官的称号，用500米路段重新铺设，打造鸡排大道。莫老板火了，有网友问他是不是被文旅局约谈了，是的话眨眨眼睛。虽然他否认了，但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：远方的朋友来了，要尽力招待。这句话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分量很重，它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而是一种道德压力。看看顺德文旅的官方账号就知道，他们怎么会错过莫老板的东风呢？一个小店老板的个人生意，一旦被绑上城市名片、文旅 IP， 他就从卖鸡包的莫师傅变成了顺德代言人。你说不干了，那村子的面子怎么办？媒体怎么报道？文旅的规划怎么落地呢？莫老板就这样被推上了欧文·戈夫曼说的前台，社会生活成了剧场，被赋予公共角色后，难以在公众面前卸下面具了。我是莫氏鸡包的老板娘，唉，没办法，生无可恋了，牛马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他们不能关门，因为远方的朋友来了；他们不能涨价，因为要做良心老板；他们更不能拒绝当地文旅局。从此被困在一个由流量、舆论和地方期待共同编织的笼子里。好了，今天的超家式打卡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留言告诉我们吧。记得点赞、订阅和热推，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